这期视频为您带来清理堆积第8集，带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的 M1A2 SEPv3 单车的修复过程与成品展示。本次制作使用的板件是来自一位新手摩友粉丝的烂尾堆积，宿主了1多半的麦田5104。他是看到 M1A1 那期视频后，决定将他的宿主烂尾寄到 UP 这里，看看能不能治疗一下。在讲解这台模型的修复过程前，介绍一款性价比不错的单人模型钳——斯特利的 MS104，备用弹簧，神之手同款保护套，调整钳子限位的内六角扳手。作为新手入门级的模型钳，35元的价格，配置给的很丰富。UP 进行了一些测试，剪切较粗的流道时，断面相对整齐，剪出零件水口的残留不多，用锉刀或砂纸轻松打磨即可。作为低成本的尝试，适合刚入坑的新手摩友；作为与神之手或田宫金牌的搭档，适合双持的大佬干粗活用。开始为您讲解这台模型的修复过程。模型车体和炮塔的大致外形已经组好，车体的完成度要高一些，可以看到一些零件的粘接位置，胶水溢出的痕迹比较明显。这些痕迹高于模型表面，需要打磨修整。车体上盖尾部两侧与底盘的对应位置有变形造成的缝隙，前面的车体已经粘死，只能用顺干胶暴力粘接固定。用夹子在胶水没有彻底干透前，对变形的位置进行固定。中间的发动机盖板也存在变形和没有粘接的情况，矫正变形，点胶固定。负重轮的轮轴盖有粘接不到位的情况，需要将轮轴盖取下重新安装。有一些悬臂与负重轮已经粘死了，暴力分离悬臂与负重轮后，用手钻清理轮轴里悬臂的残余部分，也能把轮轴盖从轮轴里顶出。修复悬臂，打磨尺寸差不多的胶棒以匹配负重轮轴的大小，将打磨好的胶棒安装到悬臂上，清理部分车体悬挂安装孔内的悬臂残余，将悬臂连同负重轮安装到车体上。安装过程中对悬挂进行调平，使所有轮子都能接触到地面。用蒙的活动履带替换板件自带的拼接履带，蒙履带的销子细节比麦田更好一些。制作侧裙板，履带做成了不可动的，后期需要取下单独上色，裙板就不能先粘到车体上。安装车体尾部挡泥板，这个挡泥板的形状应该是 SPv3 独有的，用顺干胶大量涂抹车体左后部的零件接缝位置，干燥后进行打磨，这与补土填缝的效果是一样的。麦田在这块的开模不是很好，车体表面开出较大缝隙的凹凸形安装位太过显眼。安装 PE 的发动机进气防爆网，炮塔上烟雾弹发射器的水口没有彻底去除，用刀片进行处理，再用砂纸进行打磨。发射器的安装角度也有问题，之后的修复中也进行了调整，对烟雾弹发射器周围的点胶溢出进行打磨。遥控武器站要安装到炮手关苗的上方，中间安装位的钻孔用胶棒填补，做出螺栓。横风传感器用刀片切下，重新调整角度安装。制作炮塔尾部储物栏，制作武器站，安装制作完成的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，安装炮手舱盖旁边的圆形机枪滑轨，安装炮塔上剩余的小零件，模型修复完成。因为设备的原因，一些修复过程没有被记录，比如烟雾弹角度的修正、炮塔变形的修正、炮盾水平的矫正等等，实际工程量还要多一些。开始涂装，因为驾驶员舱盖上的潜望镜开出了雨刮器的细节，导致无法贴彩虹膜。
为了有与炮塔观察窗彩虹膜一样的鲜亮效果，用透明橘黄喷涂作为潜望镜的反光色。黑色水补土喷涂全车。水补土干燥后喷涂掉漆液。掉漆液干燥后，用沙漠黄作为全车的主色，分区域喷涂并掉漆，防止时间过长，掉漆液与漆面完全融合，导致掉漆失败。喷涂完保护漆后，用浅一级的沙漠黄重复之前的操作，制作2次掉漆。喷涂完成后，用细毛笔给模型的分色部分进行笔涂。土黄色遮盖喷涂炮塔前脸的敌我识别板。黑色遮盖喷涂车体尾部发动机排气口区域。给模型贴水贴。侧裙板上的水贴配合掉漆制作磨损效果。对发胶掉漆不自然的缺失的位置笔涂掉漆。开始旧化，白色油画染料制作滤镜。浅灰色旧化液制作模型上的浅色尘土。深土色旧化液制作模型的深色尘土。黑色旧化液制作阴影。浓度较高的浅土色旧化液制作底盘、负重轮、履带、侧裙板上的尘土。锈红色油画染料涂抹车身上的掉漆位置、履带齿和销子，制作锈迹。安装负重轮，安装履带，点胶安装侧裙板。炮塔上放入车长塔、遥控武器站、炮手机箱安装防弹玻璃，放入对应位置。尾部放入小物件。模型制作完成，请您欣赏这个模型的成品效果展示。在收到这位粉丝的模型时，发现盒子里有一些工具油漆，沟通后得知是要退坑，把能用的都寄给 UP 了。模型圈子本身小众，每一位退坑的模友都令 UP 感到惋惜。在接下来的更新中，你可能会看到。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让我们下期见。